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來到看大陸節目，我是真言。日前，北京第一高樓中國村被一架小型飛機硬生生撞出一個大洞，消息轟動了全世界。今天呢，我們就來扒一扒事件背後的細節。這起事件究竟是飛行事故、機器故障，還是另有原因？目前，官方仍未公布完整的調查結果。但無論最後結論是什麼，它都讓外界開始重新審視一個問題：北京這套號稱世界級的防空體系，究竟是如何面對來自低空、近距離甚至內部起飛目標的威脅？北京多年來不斷展示各型防空武器的先進技能，但整套防空體系的設計重點主要還是針對外來軍事威脅，例如高速戰鬥機、旋翼飛彈、彈道飛彈等目標，而不是一架從境內機場起飛、原本屬於正常飛行計劃的小型民航機。換句話說，它的預警體系更多是圍繞外部入侵建立，而不是應對這類突發的低空異常飛行。而這次涉事飛機正是從北京平谷石佛寺機場起飛。根據目前公開的飛行資料，這架飛機原本執行的是本場飛行訓練。如果相關資訊屬實，那麼它在起飛初期本身並不屬於典型的敵对目標。真正值得關注的是，如果飛機是在起飛後突然偏離航線，改變了飛行方向，並以超低空飛向市區，那麼留給空管、防空以及指揮系統的反應時間就可能被大幅壓縮。如果這並非單純的飛行事故，而是一次蓄謀已久的極端反抗，那麼這個操作者對北京的低空防禦死穴和反應流程顯然有着极其恐怖的精準了解。他把小型運動飛機、超低空高度以及城市摩天大樓這三大要素玩成了不對稱的戰爭的極致，以絕對的姿態將中南海引以為傲的防空窗口壓縮到了零。在武器專家的眼裡，這架看似玩具的輕航機，在超越郊區防線的那一刻，就已經被改造成了一枚經過完美偽裝、具備極高精準度且無法被攔截的人肉巡弋飛彈。它在物理結構上完成了對現代軍用引擎技術的天然模擬。這架造勢的國產山河阿諾拉輕型運動飛機，空重只有340公斤，機身大面積採用了全碳纖維等複合材料。這種材質在雷達屏幕上的雷達反射截面積微乎其微。這種低空滲透的戰術，簡直就是俄烏戰場上烏克蘭特種部隊的翻版。烏克蘭人正是利用這種民用改裝的碳纖維輕航機填滿炸藥，一路躲過俄羅斯號稱最嚴密的 S-400防空網，奔襲上千公里，精準炸毀俄羅斯本土的煉油廠與軍工廠。而這起北京撞樓事件在技術本質上就是不對稱戰術在中共權力心臟地帶的一場成功預演。當飛機貼着地面，混在東三環密密麻麻摩天大樓縫隙裡慢吞吞往前摸時，那些象徵大國崛起的鋼筋水泥高樓，反而變成了反抗政權最完美的物理掩體。雷達電磁波撞擊高樓產生的海量地面背景雜波，直接讓中部戰區的自動化指揮系統變成了毫無作用的瞎子。更諷刺的是，中共這幾年為了防範美軍或台灣的無人機定點清除，砸下幾百億人民幣，把北京核心空域變成了全球最強的電子禁區。天安門、中南海周邊常年開啟大功率的電子戰干擾源，任何依賴 GPS、北斗導航或無線電鏈路的現代高精尖武器，踏入這個區域都會立馬因為信號屏蔽而失控墜毀。然而，這套用來維護獨裁者安全的數位化電子防禦天網，在一顆抱着必死決心的強大心臟面前，瞬間退化成了毫無用處的廢鐵。因為這架飛機最無解、最讓中共高層絕望的地方，在於它採用的是人肉制導。如果這是一次體制內反抗者對中共暴政的拼死一搏，那麼坐在駕駛艙裡的人就超越了世上所有的電子芯片。人眼不受電磁干擾，人腦就是最精密的末端光學辨識系統。它不看儀表，不依賴衛星，只憑着肉眼
死死鎖定長安街，鎖定中國尊。在這種肉身之島面前，集權體制用高科技編織的安全幻覺被徹底解體。一個開着碳纖維載具的技術人員，用最原始的目視飛行，完成了對這個強權心臟的致命一擊。這枚2萬塊人民幣就能砸出來的人肉巡弋飛彈，用大樓幕牆上那個慘烈的破洞，告訴中南海：你們防得了天邊的飛彈，卻根本防不住內部燃燒的怒火。另外，這起事件也讓外界更了解中共防空武器庫的狀態。要知道，北京外圍最核心的防禦依賴的是紅旗9和紅旗16這種中遠程防空系統。這類飛彈體積龐大，一枚動輒幾百萬人民幣。他們的雷達是為了鎖定幾萬公尺高空高速飛行的戰鬥機或巡弋飛彈而設計的。當這架輕航機把高度壓到400公尺以下，混雜在東三環密集的鋼筋水泥反射玻璃前進時，遠程飛彈的雷達屏幕上只會呈現白茫茫一片的城市雜波。這意味着這套耗資千億的戰略防空網，在城市地形面前連開火的資格都沒有。那麼，中南海和新華門周邊那些作為最後底牌的末端近防系統，比如紅旗17短程飛彈，或者類似航空母艦上使用的陸盾2000加特林近防炮呢？這才是中南海最尷尬也最不敢对外說的死穴。陸盾2000這種武器每分鐘都能射出數千發高爆穿甲彈，在空中織成一道密不透風的鋼鐵彈幕。但是這起事件發生的地點是人口極度稠密、寸土寸金的北京核心商務區，在這種地方，防空部隊的主官是絕對不敢擅自下達開火指令的。因為在超低空城區使用近防炮，那些每分鐘數千發沒有擊中目標的高爆彈頭，會因為重力全部砸向北京的街道、辦公大樓和住宅區。這種在自家首都高空引爆，例如雨下的次生災害，對地面造成的傷亡和政治恐慌，將遠遠超過那架輕航機本身。這就形成了一個專屬於威權體制的技術諷刺。為了保衛極少數高層的安全，他们在首都部署了全球最密集的杀傷性武器。但當威脅真的以超低空慢速的方式出現在城市中心時，為了不讓體制內部的混亂與恐慌擴大，這套龐大的防禦機器反而因為害怕承擔政治後果，在關鍵的幾分鐘內自我癱瘓。更狠的是，這架飛機撞的不是普通大樓，是北京的第一高樓，高達528公尺的中國尊，同時也是中共特大型金融巨鱷中信集团的總部。在極其講究政治符號與運勢隱喻的中共權力美學中，這場精準的撞擊簡直就是一場對紅色帝國國運和經濟命脈的實體化點穴。在中共的政治經濟版圖中，中信集團的地位甚至比一般的部委還要特殊。它是當年鄧小平親自批准設立的對外窗口，幾十年來盤根錯節地綁定了幾代紅色權貴與太子黨家族的靈魂與利益。可以說，中信就是中共真正的核心金融白手套與紅色貴族提款機。而這棟高聳入雲、外形仿照中國傳統禮器村所設計的中國尊大廈，更是被中共包裝成大國崛起、金融強國的實體圖騰。在風水與政治符號學交織的北京中軸線延伸帶上，它象徵着這個政權對金錢財富的絕對掌控與傲視全球的野心。然而，就在當前中國經濟急速崩塌、地方財政暴雷、外資瘋狂撤離、整個紅色金融系統雷聲滾滾的歷史關頭，這座代表着中共金融權力頂峰的中國尊，竟然在眾目睽睽之下被一架微不足道的民用小飛機硬生生撕開了一個大洞。這種視覺衝擊力極強的畫面，在政治與經濟隱喻上，無異於一場對中共金融帝國神話的公開行刑。它向全中國乃至全世界釋放了一個極其不祥的信號。這個看似龐大不可一世的金融帝國，其核心防禦在內部反彈與不對稱打擊面前，
竟然脆弱得像一層薄薄的玻璃幕牆。另外，究竟是誰開的這架飛機？它的動機是什麼？官方在事發後那種近乎窒息的封鎖速度，恰恰印證了這絕非一起簡單的平民意外，而是一場直插體制心臟的政治事件。第一種可能是體制內大清洗引發的精準魚死網破。很多人忽略了一個細節，被撞的不是普通公寓，而是中國村，中信集团的總部。中信集团在中共的政治经濟版图裡，從來就不是普通的國企，它是紅色權貴太子黨利益集團最深的金融白手套。近年來，習近平為了鞏固絕对權力，對軍隊、軍工、金融系統進行了株連九族式的瘋狂大清洗。火箭軍裝備發展部大型國企高管成批落馬。如果駕駛這架輕航機的是一個具備專業飛行技能、背景特殊且在清洗中被逼到絕路的體制內邊緣人，那麼這場撞擊很可能是一場經過精準計算的政治示威。這是在用生命向中南海傳遞一個極其恐怖的訊號：你們可以株連我的家族，但我能摸進東三環撞中信總部，下一次我就能把飛機開進新華門。這種來自內部體制、掌握專業技術且抱着必死決心的技術反叛，比任何外部敵人都更讓高層不寒而栗。第二種可能，則是社會极限高壓下，底層或中產階級炸鍋後的孤狼式抗議。這2年，中國經濟急速下墜，地方財政崩塌，商場倒閉潮蔓延，中產階級一夜清零，社會底層積壓了毀滅性的怨氣。這起事件極有可能是當年的四通橋事件在3維空間上的慘烈升級。過去人們抗議是在橋上拉布條，在廁所噴漆，而這一次反抗的形式直接演變成了立體式、自殺式的撞擊。這種孤狼式襲擊最可怕的地方，在於它完全無法預測。只要大樓上那個破洞的畫面在社交媒體短暫傳開，就會像病毒一樣在民間散播一個強烈心理暗示：原來這個看似密不透風的強權，其實脆弱的可笑。防空神話一旦破滅，在當前經濟絕望的底層民眾中，很容易引發連鎖模仿效應，像骨牌一樣一倒一大片。不管是體制內被逼到絕路的血腥反彈，還是民間走投無路的孤狼一擊，這架輕航機都已經點燃了所有人對這個政權、對習近平極度不滿的導火索。它注定讓那個常年活在被斩首恐懼中的獨裁者徹底陷入夜不能寐的無底深淵。而真正讓中南海高層幾天幾夜睡不着覺的，是這場撞擊在軍事戰術上完成了一次近乎完美的斩首實證。他用最粗暴、最低成本的方式證明，利用超低空盲區對北京的核心權力機構進行定點清除，在技術上不僅完全可行，而且成本低到令人发指。這起事件撕開的防空黑洞，恰恰撞在了中共近年來最恐懼的軍事夢魘上。美軍正在瘋狂推進的地域景觀戰術，以及烏克蘭式的低成本遠程奔襲，在現代亞太衝突的設想中，五角大樓早就意識到，硬派航母衝擊中共拒止防線是愚蠢的。他們真正的底牌是成千上萬架廉價自主無人機蜂群，在開戰第一波就淹沒對方防禦。更諷刺的是，這起事件直接給了中共精心包裝的政治口號一記響亮的耳光。過去2年，中共為了拉動快要崩塌的地方財政，大張旗鼓地炒作低空經濟概念，強推無人機物流、民間通航產業，想把它包裝成大國崛起的新引擎。結果呢，產能和經濟還沒看到影子，反而先在自家門口被潛在的反抗者或境外特種部隊培養了無數现成的低空載具、飛行俱樂部和熟練的技術人員。這種從民用產業到立體化斬首的無縫切換，等於把一枚無形的達摩克里斯之劍直接懸在了習近平的頭頂。而這次北京撞樓的軌跡，簡直就是這套戰術的民間微縮版。這架小飛機從郊區切入東三環，如果當時機頭再偏幾度，往前多衝短短40秒，就能直接撞進中南海辦公區。
好的，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请记得点赞、订閱、留言并分享给您的朋友，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真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